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经济歪曲事实，攻击对手哈里斯，他的经济主张夸大或误导，如通胀和经济增长。他错误地将外来出生者与移民混为一谈，并夸大了外来出生者在就业中的作用。下一条，日本首相候选人将面临有关货币政策的审查，该政策对经济至关重要。因为经济正摆脱数十年的通货紧缩局面，候选人已发表关于该主题的意见，反映了对日本央行政策的担忧，因为政府可能会试图影响其货币政策正常化道路。下一条，亚洲股市在强劲的美国就业和支出数据缓解了衰退担忧后，周五上涨，引发股市反弹，并导致债券暴跌。日本股市开盘上涨超过 2%， 澳大利亚股市与韩国股市同步上涨。美国期货合约小幅走高。此前标普500指数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双双上涨，因零售销售数据好于预期，且失业救济申请降至7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元触及2周高位，因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打消了经济衰退的担忧，美元对日元尤其强劲，因美国公债收益率飙升，风险货币英镑走强，因经济前景改善提振了股市。接下来这条，周五亚洲股市涨势明显，日本基准日经指数有望录得4年多以来的最佳表现，原因是华尔街乐观情绪蔓延，而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则基本持稳。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表示，由于通胀持续且预计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回落至目标区间，该行尚不会放松货币政策。央行将保持警惕通胀上行风险，现在考虑降息还为时过早。下一条， TikTok 反驳美国政府认为其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论点，将自己与外国实体拥有的著名美国媒体组织相比较。下面这条，东京地区周五航班和列车取消，由于台风安比尔正在向北太平洋移动并靠近日本，人们被警告会有强风、暴雨、潜在洪水和泥石流。下一条，新西兰央行行长表示，央行计划在年底前进一步降息50个基点，以应对疲软的经济和低通胀。让我们关注，飓风埃内斯托加强至2级，向百慕大北行，威胁给该英国领土带来大雨和洪水。接下来这条，为了确保稳定的供应链，日本对制芯片设备实施外贸管制，要求外国投资者在对制芯片设备进行直接投资时事先通知。此举旨在防止技术泄露和确保商业技术不被用于军事目的。下面这条，亚洲股市周五由日股领涨，因华尔街迎来今年表现最好的日子之一。数据显示，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，尤其是受益于购物者支出。美国期货上涨，而油价下跌。让我们关注Mega Upload 创始人金多特康姆因版权侵权、洗钱和敲诈勒索指控败诉，将被引渡至美国受审。新西兰司法部长已决定引渡多特康姆，将考虑司法审查。下面这条，外国投资者受日本政府稳定市场的政策信号鼓舞，于8月10日至1周大量买入日股，结束连续3周的净卖出状态。最后一条是，德意志银行向起诉其收购邮政银行低估赔偿的股东提出和解提议。一名原告律师表示提议荒唐，德意志银行对此不予置评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